大家好，我是50+。今天我们主要讨论如何购买一个汽车的应急启动器。就像我手上这样一个小电器，关键时刻汽车电池没电了，无法启动，会非常有用。第一个问题，为什么需要一个应急启动器呢？也许你已经有这样的充电搭线，只要有另外一辆车就可以这样充电了。但是这样充电至少15分钟左右。加上前后准备时间，一般一次要半小时左右时间。还有一个办法是使用脉冲充电，也称为涓流充电，利用现有的电源，通过一个转换器连续给汽车电池充电8到10小时以后呢，汽车才能够启动。显然这样不适合应急启动，所以我们最好有一个应急的启动器，1分钟最多几分钟之内可以马上启动汽车，可以开走了。另外，应急启动器有200、300克左右，携带非常方便，可以跟电话、手提电脑充电，还可以辅助照明等等。第二个问题，网上店里在卖的售价在20-30美元到200-300美元之间一个。那么如何挑选一个合适的应急启动器呢？在你购买下单前，了解清楚你家最大的一辆车的2个参数：发动机气缸的容积多少毫升、多少 cc， 比如1200、2300还是4500 cc 等等。还有就是燃料的种类，是汽油车还是柴油车。有了这2个参数，通过询问销售商，一般说来你就可以买到一个合适的启动器了。发动机气缸容积越大，汽车动力也越大，启动汽车需要的启动电流和容量呢，要求呢也越大，售价呢也相对高一些。但是发动机有类型之别，新旧之分，有效率高低的不同。那么一个启动器主要的技术参数是什么呢？这就是我们下面要探讨的第3个问题：如何科学的看待启动器性能参数。一个汽车发动机要启动，需要提供200到600安以上的启动电流，还有必须有足够的储存电能，这样才能满足充电1次启动至少1次或者多次的要求。汽车电池的储存电量可以用千瓦小时或者瓦小时表示。由于汽车通常用12伏电压，所以汽车电池也常用毫安小时或者安小时表示储存电量。汽车应急启动器也一样，使用瓦小时或者毫安小时表示储存电量。但是应急启动器的技术参数问题恰恰也就出现在这里。按照常理，汽车启动器用于汽车启动为第一需求，所以启动器应该以12伏为标准来标记毫安小时储量，这样我们可以比较2个不同的启动器的储量大小。现在我们来看看几个具体的在售的启动器说明书上的参数。这是一个启动器的技术参数表，启动电流200到350安培，容量为8000毫安小时， 3.7 伏。我们可以进一步推算容量，1000毫安等于1安，8乘 3.7 等于 29.6， 所以容量大约为30瓦小时。注意，这里用的电压是 3.7 伏，不是汽车常用的12伏。这是另外一个启动器的参数，启动电流400安，容量为 55.5 瓦小时。没有标出以毫安小时为单位的容量，可以简单的推算 55.5 除 3.7 等于15，所以容量为15000毫安小时。启动电流和容量都比第一个大一些。第3个启动器参数，启动电流为800安，容量为26800毫安小时， 99.2 瓦小时。99.2 除26800除1000等于 3.7， 所以容量标定的电压也为 3.7 伏，启动电流和容量都大很多。第4个启动器参数，启动电流没有标出，容量也没有标出，但是给出了3秒以内提供启动能量为7000加焦耳。以 3.7 伏为参考，7000除 3.7 除3等于630，所以
启动电流可以简单粗略地估算为630安，但是储量并没有给出。第5个启动器的参数，启动电流200安，容量在这里没有具体的给出来。所以总的看来，最重要的启动电流和容量标注不统一，有的还标注不完整。造成这样的结果，主要是目前还缺乏一个统一的技术标准。第4个问题，购买启动器需要考虑哪些现实的问题呢？汽车电池缺电的原因，其一是长期不用车，比如去年的疫情期间；其二是一个电池使用3-5年以后本身老旧造成的。所以出现这些问题，对于我们车主来讲，频率是非常低的。也就是说，启动器的使用频率会非常的低。比如我这个启动器，平均1年使用1次也不到，而且一次只启动1-2车。启动器在驾车旅行时可以起到很好的防备作用，同时可以跟手机、电脑充电，在野外还可以做临时的照明、呼救等等。还有我们带启动器上飞机旅行也受到限制，以前必须是55瓦小时以下的启动器或者电池才能够上飞机，现在好像都不能带上飞机了。考虑到以上这些现实的因素，启动器是否也不需要有过高的性能要求？比如一次充电能启动2-3次就可以了，储电量不需要很大。但是如果要长时间跟手提电脑充电，就需要选择大一些储量的启动器。当然，如果你是出租车驾驶员或者长途运输的驾驶员，随身携带一个容量足够大的启动器会更加的可靠，更加方便。如果你有什么问题，欢迎你在下方给我们留言。好，谢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次见。